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leo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慢速中文小故事。昨天晚上我去看了一部电影，电影的名字叫做《给阿嬷的情书》。打动我的不是这部电影，而是这部电影背后的历史，也就是下南洋的历史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，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段下南洋的历史，还有这段历史背后的语言现象。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电影里面有一个潮汕的阿嬷，叫做叶淑柔。阿嬷就是潮汕话里面对婆婆、奶奶、老一辈的称呼。这位阿嬷叶淑柔有一个丈夫，丈夫的名字叫做郑木生。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下南洋打工。南洋也就是今天的东南亚，比如泰国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等等，这些都叫做南洋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们会靠一封一封信联系在一起，这些信就叫做侨批。在南洋打工的中国人，他们会让当地会写字的中国人帮他们写信，然后寄回家里面。叶淑柔的丈夫在信里面对她说，他在南洋一切工作都顺利，没过几年就可以回家与他们团聚。叶淑柔就这样通过一封一封信和她的丈夫联系，但事实上，这个叫郑木生的丈夫早就已经去世了。这些信不是他本人写的，真正写信的人是一位在泰国生活的华人，他的名字叫做谢南之。他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下南洋的郑木生，他被郑木生和他的妻子叶淑柔之间的感情打动了，所以在郑木生去世之后，他继续用了郑木生的名字给他的妻子写信，然后定期也会寄钱给叶淑柔。所以可以说，这位在泰国生活的华人用自己的力量支撑起了两家人的生活。所以一位女子在潮汕等待，另一位女子在泰国写信。那个时候没有网络，也没有电话，他们就是靠着一封一封信联系在了一起。如果我们去看更大的历史，也就是这段下南洋的历史，很多中国南方的人，他们会离开家乡，然后到达南洋，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。他们一般来自广东、福建、海南等地区，而他们下的南洋一般都是像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等。那个时候没有电话，也没有网络，信就是连接彼此的唯一方式。侨批就是信，信里面通常也会有钱，然后他们也会简单的记录一下在南洋的生活。他们写信回家，寄钱给家里面，而在海的另一头，在中国，有他们的家人一边读信，一边等待他们回家。电影里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，郑木生来到南洋之后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，他知道离开家乡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距离，还有文化和语言，所以他就和他的朋友狄公在泰国搭建起了一所小的启蒙学堂。
这里没有很漂亮的教室，非常完整的设备，只有几张桌子、凳子。他们就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，教那些在泰国生活的华人小朋友们中文。他们教孩子们读书、写字，也教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，我的祖先是哪里，他们的名字叫什么，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。对于很多下南洋的人来说，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，它也是一种记忆。他们漂洋过海来到新的土地，但他们不希望他们的下一辈忘掉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根。所以一间小小的教室其实连接起了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中国，一个是南洋。也正因为这样，现在我们在很多东南亚的地方还能听到很多潮汕话、广东话、客家话等等，这些声音就是几百年前漂洋过海下南洋的人带来的。比如潮汕话是中国广东东部的方言，它在东南亚曾经很多华人家庭里面非常常见，但一代一代之后，很多人不再说中文，而是说泰语、马来语或者印尼语。语言会变化，可能会消失一部分，但绝对不会完全消失。在泰国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的地方，华人的历史也非常复杂。有些时期，人们被鼓励使用当地的语言，学习统一的国家语言，所以很多家庭的语言发生了变化。爷爷可能会说潮汕语，爸爸妈妈说当地的语言，而孩子们可能已经不会说中文了，但他们仍然记得一些东西，比如姓氏、食物、节日等等。回到电影本身，那封信其实不仅仅是信息，它更像是一种连接，它能让一个家在几十年里面不断开。一个人在潮汕等待，另一个人在泰国写信，信把两边连接在了一起。好啦，那这就是今天这期慢速中文小故事了。你喜欢这个电影吗？你喜欢这段历史吗？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可以点赞，然后关注我。你也可以在 Coffee 上给我买一杯咖啡，支持我。好啦，我是 Cleo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